被骗了，我们被那个山岛骗了。然后简单的吃一个早餐之后就要进山了。哇，老伟，这个很 extreme 哦，我们没有这样吧哦。有点堪忧，所以就有点悬了，到底我们进不进到去呢？这梁已经陷进去了，是非常生气的。我冷静了1个晚上才可以，就别做犯法的事。我们又来吃火锅了，我们连续2天都吃火锅。我们被骗了，我们被骗了，我们被那个山岛骗了。事情是这样子的啦。是出发，我们就是半夜出发。现在天有点暗，可能等一下才拍吧。大家，这可是死人般的路诶，我还没看过它这么空过。每次白天呢，这4条都是塞到满满的，现在竟然这么的空。记得这样子差不多这个时间出发就可以4点半。Morning, morning. Morning， 还需要吗？哎，谢谢。我这个还有 modify 一下。现场改装。那你 off engine 还会有这个 amber light 的？因为我开门吗？2个钟去到吃早餐的地方，这样就找到了。出发吧。哎，我好像没有带门，看着。早上好，我还没有睡醒，所以现在有点语无伦次。我们现在在吃早餐，我们在这个居然的那个Railway Coffee 这边吃早餐，然后以前这边呢真的是火车站来的，就有旧的那个火车路，可是其实现在它已经做新的了。这个是新的火车站，所以它的火车路呢就在这边就停止了。因为这边以前呢是火车，真的是火车有走的火车站，你看现在上面做新的，所以就没用啦。然后我们现在呢就全部人都在里面吃早餐，然后简单的吃一个早餐之后就要进山了。等一下是要去苏爱雍，可能等一下我去车里才再讲清楚一点吧，因为Jack 可能比较知道比较多的资料。现在呢，我们就只是出来先吃个早餐，现在还早啊。我们其实真正集合的时间是9点，可是现在我们7点已经到这边，我们6点多就到了，其实有一点 estimate 错误，提早出发，提早到也 OK 啦，就可以悄悄的再走。好啦，现在就去吃早餐。手放大大，这一点。这不是啊？这个是大润碗。哇，老伟，这个很 extreme 哦，我们没有这样吧哦。这个后面的 part 没有。你要也可以。要了要了。一个插入出去，然
他们特地去玩。是吧？哇，还 camping 在里面。等下你就是你表演了，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是吧？不是哦，那只是为了美罢了。进去灯开完它，这样开 video，是吧？他们很实用啊，你 Oppo 2怎么会用？你到时要开到。对 ，Good morning， 现在要去哪里？我们现在要去打油了。我们先去打个油，放个风。我们今天要做么呢？还没有讲，我看看。我们要进山了。我们要进山了。这次我们多了2个人。一个，其实有没有觉得很眼熟？这4辆车，对，其实就是我们一起去泰国 trip 的人，就是3辆加买坦克。OK 了 ，Let's go。 Let's go。Let's go 40分钟，全部放好风了哦。我的车好矮呀、我们正式出发，其实已经出发很久。我们凌晨家里来就算了。凌晨4点半的时候开车，可是那时候有点暗啊，所以我们就还没有拍。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2个小时的车程就来到了居然，打了个油就去放了一下风啦，差不多放了30多吧。平时我们打还蛮硬的啦，平时你打多少？我平时打45，因为我们跑 highway， 我 prefer 比较硬一点。然后现在放去，其实也没有放太多了，放去34。我们也不是很熟啦，其实就 ChatGPT 教的，其实还是教26、24、26，感觉好像有点软。所以我们先放34先，然后去到时看我们的那个 guide 有什么 comment 啊，可能那时候我们可以在 manually 再放一点。因为我们这边过去其实还有一个40分钟的车程啊，所以也是不敢放太软。然后去到那个地方叫做 Gunung Lumudaman Eco Rim 吧。就是应该是国家保护公园、森林保护区。森林吧，其实这个地方就有点特别了，它是国家森林保护区，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那种类似于森林保护的那个托改这样子，要他的带领我们才可以进去啦。所以我们呢就其实进去的路程蛮短的，它是大概一个15分钟的路程，所以可是这15分钟呢都是 off road 的。但还没有，应该是没有山那些。我们看 video 都是没有山啊，还是平地，但是是泥路。然后由于这几天也是一直在下雨的关系，所以有一小段很像是比较 challenge， 就可能它的洞啊会比较深啊那些的话，可是它离园区就我们要去的那个 campsite 那个目的地呢，也是只是差一点点的路程，差不多30米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在看情况，如果是可以过，当然我们会挑战看可不可以过，如果过不到我们就走路过去，就这样子。其实这个地方是之前我们看小红书的朋友有去过啦，然后就有问，然后就我们有 Facebook 联络这个山导，基本上他是有一个收费啦，就帮忙负责申请 permit 啊那些，因为我们进去是需要 permit 的，给他聊一些车的 details， 然后 driver 的 details，then 我们才可以 authorize 进去这个森林区。然后进到里面有其实蛮多东西，它有一个瀑布啦，它应该是它的招牌应该是一个瀑布。你可以either选择去 trekking， 或者就直接在瀑布那边玩。所以它有一个 hiking， 有一个 hiking 的 event。它 overall 是它比较多人是2天1夜啦，就在里面做 camping 一晚，里面有一个 campsite 的，因为第一次，所以我们决定还是做 day trip 啦，跟那个人谈了。就我们那时约了就9点从入口那边进，所以现在8点半了，我们才过得去，然后傍晚这样就出来了。我那时看的时候路况还行，约了1-2个月过后，
最近的 video 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刺激。对，我们昨天还是前天才看到那种小红书还是 Instagram 有人去 Insta 有人去那个苏安雍，现在它的 campsite 叫做苏安雍 campsite， 因为最近也是一直下雨嘛，所以就会变成那个积水比较多，然后那个泥也陷得比较深，因为有车去嘛，就越压越深，越压越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在看等一下的情况会是怎样啦。可是那样 compare 跟我们那时去 Raptor Reef try 一个那个炮弹坑，好像差不多一样。哦，对。想起来又好像差不多一样，不会差太远了。可是那个炮弹坑它有教我们要怎样走啦，所以这一个就要看有没有洞是可以，有没有那种凸起来的地方是可以给我们走的。不好意思，那个山有点美，所以我拍一下。你看那个山好像被盖起来这样。OK， 那个 trip 那个也是有包我们的一个午餐。不是打包饭呢，他也有给我们选了要 spicy 还是不要 spicy 这样子，是会帮我们准备一个午餐的。但是我们有带一些零食啊，然后水果啊，还有饮料进去。可能如果那个饭不够吃，还是不够饱，或者玩了累了想坐下来吃一下，我们也是可以吃一点小零食啦。现在就过去吧，到时再拍给你们看。Turn right onto Jalan Sempaka, then turn left onto Jalan Dahlia. 这边的告示拍的还蛮清楚的。是。来，再来一次，哪一个比较美？这脸比较漂亮，那脸波大。哎呦，我们的车主爆改的赢了。爆改啊！阿姨，嗨，在干啥？等。那个山岛讲要带多2个人来，以防万一要拖车，所以现在有点紧张。山岛看到我们的车有点堪忧。是哦，他好像抓了一下头。要找外援了。而且突然间就请了 additional 的2个山岛来，这样以防万一如果要拖车，他们可以帮忙拉。所以现在难道我们进不去了？有点堪忧了，因为我们都是没有做那个什么 lift up， 我们没有，都是用 AT 带的，这3辆 AT， 那辆还不是 AT， 然后坦克的是那种什么，这个叫什么带呀？Highway HT。Highway 带呀，所以就他看到我过后，他就讲有点堪忧，所以就有点悬了，到底我们进不进到去呢？是一个问题了。应该今天看会不会体验第一次拉车了。希望不会。我们很多 mod 嘛，换一下 mod 了。Raptor 要加油啊！不要有伤就可以了，其实。
比较担心是有伤，像我们上次一样。这个再上下去就要变成换这个了的了。他们继续等大家加油，加油，大家加油，安全进出。安全最重要。真的不能，我们就走进去吧。好 weak， 认为我们一家大小的。没有，就等下坐在河那边啦。我不要坐在你前面了。出发了，现在那个山导就带我们先去入口，然后我们就进山了，紧张刺激。紧张，我们的拖车沟没有开到。Mirab 的前面那个2个沟其实是有一个壳遮着它的，我们就才发现我们没有开到那个壳，我们也以为那个壳是很容易开的，才发现原来它是有个 screw 着的。刚刚想尝试的开，可是我们的 tools 好像都不是很适合，都太小，所以开不到，所以我们就等一下再看这样了，找上了。我需要拖车。不需要，希望不需要，然后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进去了。现在才发现太慢了。我想那个方式，如果前面过不到，我们就推着去就可以了。就用屁后面的股沟可以，可是你已经卡在里面了，就要有一辆车在后面拉你，然后你就走路进去。我用屁股进。用屁股进，这样给超了，这样厉害的吗？就是很搞笑。所以呢，现在出发，好紧张。原本讲15分钟哦。觉得我们有点给骗。是咯，也不至于啦。可是那个人突然间就跟我们讲是要40分钟，如果是路况好的情况下是40分钟，可是如果路况没有很好，要拖车就要拯救的话，就可能会要2个小时、3个小时，所以这个差别人有一点大。我们也是挺惊讶，刚刚听他讲。OK 了，等一下再拍给你们看。开巴哈马了。这只是开头哟，它的路其实很凹凸不平啊，看到。多叶子啊！Oh no, oh no， 又是正中间。要 feedback 叫他砍一下那个树叶。哦，这边很深了耶。对的。你这边需要开模的吗？看国道吗？你还要吃土还是？跳哦！烂泥。我跳。是要关掉那滴滴滴滴滴，怎么的？不然它就一路滴滴滴滴滴再去。就等它滴。好吧。它看起来洞很大，可是我们下去其实，我觉得树叶的伤害率比较高哎。滑完了。树叶伤害我们车的概率高一点。刮到了，帮我刮到什么鬼东西？那个有种，很傻。
我派你过河了，过烂泥了。这条路挺摇的。我们回家乡的路就是这样的吗？我家乡不是哦，你家乡。这边有个洞哦，小心。哦，哇，这个深。哇，这是什么360 Camp 出动了？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进一个360。刚刚路边有那个油种啊，你应该是弄到那个油种。你看它的轮在转。被人咬了。挺摇的。Vincent， 我们在前面这边等哦，那边的泥路比较泥啊。哇，蹦，你的轮胎够力哦，够力哦。挤到啊！如果你讲15分钟到，那你可能在我们好像超过15分钟了。阿公啊，再一点油种回去哦，拿个15公斤、20公斤。可以的啦，我有信心啊，没问题的，我的车可以走了。你们全部都开巴哈莫是吧？哇，这个没有嘞，我还在 normal 嘞，巴哈没有 traction 哦。有啊，巴哈开4H啊，我开巴哈，因为要那个前面的那个镜头啊，有些路你上了下你看不到那个路啊，你要靠那个 camera 看的。哦，这个山边。这边才是门口。哦，是哦。我们才到门口啊！椅子可以调高一点哦，椅子。再来再来。喂喂喂喂！我的巴哈2轮。的巴哈2轮。才到门口，忽担心班人个高。这个很多不错。完了，这个真的上了。哇，这个上哦，这个。哇，这个上成石头里。听到这个。是吧？就是要这个 screen。现在我们已经开巴哈莫了，所以我们就是要这边看，因为有一些山林，有一些山林可能你看不到前面，所以就可以有 screen 看。OK， 继续，开条62角线。那个是就够了是。这个真的很长哎，我们路浪人没有这么长。那个。
度啊？我的也是哦。它这才是刚开始，我们的车已经变成这样。还有坦克没问题，还有很邪，大家的车。没有啦，穿我的东西。哦。有 ABS 嘞。哦。没有 ABS。哇，这个是我们 video 看他们真的很 extreme 的就会走这条路，他们就从这边过去，可是我们应该没有啦，我们就走普通路就好。这个太 extreme 了。左右两边太多那个树了，所以会刮上。哦，这边也是打到那个天线板，它也弹回来的 feel。kita tak ada bukti you ada permit. Oh. Ada permit. Okey. You tak salah, ada permit tak ada masalah. You tak salah. You punya guide salah. Oh, Saya. okey. 这梁已经陷进去了，然后你看这边都好深哦，好深。这个脚陷进去了，咦，咦，都是泥土。陷进去了。看一下，我们真的不能走哪一条。你看这个好像也很深，然后这边有辆车顶着，所以我们不确定哪一条路才是可以走的路。接下来看他们怎样带我们过吧。那边其实我看到远处还是一样蛮难的，所以不确定。那这边好像挺美的，嘿嘿。就到现在都没有出去。因为我们已经开店了，很难收店来拉它。
有比较不挑吗？没有，还是很挑，可是没有想象中那么挑。跟经理没有关系吗？哎，我的。对，好。洗车。洗车大概是25块2车，是有自动的。可以看到底下很多女性，我们又让人家大排长龙。月亮坦克也来了。就在最后面。我们来吃火锅了，一个人。早安，其实现在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呢？昨天除了一些驾车的场面以外，就突然间结束了。其实我们被骗了，我们被骗了，我们被那个山岛骗了。事情是这样子的啦，我们要进这个苏埃雍的 campsite 来，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受森林保护区的一个地方来的，所以你进这个 campsite 呢是一定要有一个山导来带你进去。然后呢，我们是在 Facebook 找到一个山导的，差不多1个多月前我们就已经决定要来这个 campsite 了嘛，因为怎样都好，它都是要有一个山导我们才可以进到这个山嘛，不然其实是不被允许的。所以我们就在找了这个山导，然后就跟他 get details 啊、价钱啊、需要准备什么，我们都有跟那个山导在 discuss。然后整个过程中呢，到我们要还 deposit 的时候，他也是跟我们讨可能 driver 的 information。其实进这个山里面是需要一些 permit 的，所以这整个过程中，他只是跟我们讨了一个 driver 的车型号，也是讨 driver 的 information 罢了。我们也就觉得可能就这样子而已，因为我们都全程交给那个山导去帮我们解决。我们当然是相信他啦，毕竟他进了这个山这么多年，或者做了这么多这些手续的东西，这样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嘛。然后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有事情发生呢？就是在我们进到那个山里面过后，
去到离 campsite 差不多还有一个30米的距离罢了的一个地方，突然间就有那个森林保护的那个人，森林局的官员森林局的官员就有在那边来了一个突击检查。我们还没有到 campsite 的，其实就在那边他们就来了做检查，就刚好就遇到了我们，然后他就那时候山导就跑去帮我们可能去跟那个森林局的人在谈东西咯。其实那个谈的过程我们是没有参与的，我们就想说应该只是要 check 一个 permit 罢了嘛，就让那个山导自己去解决。可是整个过程呢就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旁边那边看路况在想怎样可以进去这个山里面怎样加进去。我们在思考这些东西的同时，他们在那边解决了很久，然后过程中他也是不懂为什么叫了很多人来，我就看到很多人突然间就从后面出现，不懂从哪里出现的一堆人，就一直去跟那个官员在讲话。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因为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1个小时了吧，都还没有解决，我们就跑前去问他，才告诉我们其实那个官员想要查看有2点，那个官员想要看的是一个 physical 的 documents， 那个山导竟然没有把那个 physical 的 documents 带来，所以官员是觉得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用不知道什么方式去把那个日期还是什么东西改掉，所以他一定要看 physical 的 documents， 这是一点。第二点是乘客们都是需要 permit 才可以进去的，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山导原来没有帮我们的任何一个乘客去申请这个 permit，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 start 在那边，因为没得进去，因为只要你没有 permit 进去，你就要被罚1万块。那个是在那边已经 camping 的人告诉我们的啦，而且还不是那个山导或者那个官员告诉我们。其实那个时候也有一些那边的 campsite 已经在 camp 着的人就走出来八卦什么事情然后想要看我们的车能不能进去，其实就这么简单，他们就是想看那种车的表演秀之类的吧。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们其实是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那个 permit， 然后如果你没有 permit 进去，你就要被罚1万块。更严重也有可能是你的车可能要被去充公，因为其实我们没有 permit 进的话是当作是擅闯那个森林保护区，对，然后那个 rule 其实很严的啦。是，对 Beston 他们之前他们经验或者他们朋友有一过就是罚款1万块，然后车会被没收先until 你去上了 court 全部定了过后才会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那时其实我们的处境挺危险的，是因为只有那个山导跟我们申请4个司机的permit罢了，还有车的permit啦。因为我们有大有小，我们的团员都是带他们小孩家人一起来，想要一起来玩的。对，说总共我们13个人，然后只有4个人是有 permit 的，有 permit legal 可以待在那边的。是，而且是其实它是有一个 gate 的，只要进那个 gate 其实都是需要 permit 的。可是我们已经过了那个 gate， 然后那个保护单单就那个官员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是那个不应该站在那边的人，因为我们这些乘客是没有那个 permit 的，就等于是那个山导把我们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处境里面。也有可能随时会被那个官员抓和被罚款的。之后那个山导又跟那个官员不懂怎样纠结了很久，然后也看到那个官员一直在打电话这个那个的一些东西，然后最后我们就问他到底怎样，然后他才跟我们说他可能需要自己出去外面去帮我们拿那个 permit 的 document 进来。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处境已经是属于是危险的，随时会被罚款或者随时会被抓的情况下，然后他讲还要一个人出去外面帮我们去把那些 document 弄回来，我们当然是不给他跑啦我们也很担心会不会他一走了过后他又不回来了，或者他一走了过后那些官员可能就觉得我们不应该擅自闯入，就开始抓我们或者罚款我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最后是决定我们是没有让那个山导自己一个人出去，我们也觉得我们就已经决定是说不要继续下去，然后我们出去直接就回了。可是我是觉得这整个过程中作为一个山导啦，
他照理讲他是应该要申请完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全程呢跟他沟通，我们都是有乘客的，而且他也有问过我们要准备多少个饭给你们呢？因为他这个 trip 其实是包括我们是走一个 day trip， 然后那 day trip 是从早上9点进山，然后进去玩可能有瀑布有什么可以玩到晚上可能傍晚要4点就出来。所以这整个 trip 里面它是有包括一个 lunch， 他也有跟我们拿 lunch 的要多少 packs。多少个人数，可是全程这个过程里面他都是没有提起需要到我们这些乘客人的 information 名字IC 之类的他都没有，然后他也没有帮我们申请，所以我们的想法是觉得他其实是想要骗我们啦，就是可能想要省那9个人，因为除了4个司机嘛，剩下的9个人都没有 permit， 他就想要省掉那9个人的 permit 的钱，就不需要去申请，然后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么刚好就遇到那个官员来检查。可是在整个过程中，照理讲他不应该这样子做啦，毕竟我们是要进一个森林保护区，然后会有官员会来检查，这样他就应该帮我们全部人都申请这些 permit 该办的手续，因为我们也是有给钱的嘛，我们也是请这个山岛来帮我们带我们进去，没有理由他就是为了省那9个人的 permit， 他就这样子把我们放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下，所以整个过程中就是挺不愉快的。而且这个过程中呢，他还要有那种带一点恐吓成分，就讲你的车进不去的啦，你的车一定会卡住的啦，你的 bumper 一定会弄伤的啦。可是这些东西我个人觉得是这些东西是我来烦恼，我就算不能进去，我的车卡住把它拖回出来，这个过程就我自己会承担那个风险。然后不能进去，我还有 option 2，我是可以把车放在旁边，但我还是可以走路进去这个瀑布，因为听说那瀑布是蛮美的啦，也是蛮好玩的，水也会很清澈，所以这整个过程我们都蛮期待可以去到那个瀑布，去那边玩水，或者在那个 campsite 那边 picnic 之类的。如果他把 permit 都处理好的话，我们是可以有 option 2，是可以走路进去，就算我们车载不进去啦。虽然after 我们2个评估，我们2个都一直觉得我们是 agree to 把车加进去的，就因为这些 permit 的原因，然后我们觉得就错失了这个尝试的机会。而且大家都可能已经期待了1个多月的时间，是想要好好的去这个地方去享受、去玩、去 enjoy， 可是因为这么低级，给我感觉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啦。因为一个山岛你没有理由，乘客是不需要 permit 的嘛。我觉得他就是想要贪一些小便宜，犯了这种低级错误，然后让我们没得进去那个山里面。所以这整个过程就让我是非常生气的，我冷静了1个晚上才可以把这个东西很好的叙述出来，所以还是很生气。要澄清一个因为我们不是，我知道可能有些人就其实蛮了解那过程，进山的过程要申请permit这些，可是我们其实很少进山，然后也没有hiking什么的。新闻是有看到关于 hiking 需要 permit 这种东西，说当初联络那个山岛也有强调 permit 这些要 set 得好，但他也是直接给我们一个 quote， 然后 with 那个价钱，可能常去人知道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啦吧。我这里的想法是，我跟他沟通了，他确保会帮我 set 得 permit 的东西，但剩下的应该从他那边。他需要什么资料需要跟我讨，如果说可能他没有遇到我们会这样多人，那些价钱需要调整都随时可以跟我们谈，把整个期间基本上都没有，加上我们也不熟悉啦这个过程，所以就导致那些 permit 的这个问题出现咯。其实我觉得整个过程中也有另外一点让我很生气的是，他不觉得他自己有错。他就觉得我有给你们4个人申请 permit 你的车也是有 permit 但是这个比较搞笑的一点，这个他就觉得我已经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了，可是这整个过程就让我很傻眼因为我们乘客这么多，我们带买家人来，而且整个过程他也有问我们需要食物准备多少，这个那个他都知道我们是有乘客这个存在。even though 我们到了这个，因为我们会去一个地方集合的嘛，到了集合点
我们有这么多人在车上走下来，他都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情。我们这些人其实是需要 permit 之类，因为我们集合的地方其实就是申请 permit 的地方。对对对，那个森林官员就跟我们讲，那边就是那个入口了，那个达曼伊库林巴，那入口那边就可以申请 permit 了的。然后我们在那边待了整一个小时。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时间是被他浪费掉。我们一去到那个集合点，我们说好嘛9点要进去嘛，结果一去到他就跟我们讲，我要等我的朋友来，我要等另外一辆车来，不然可能我拖不到你们出来之类的。OK 咯，他既然讲到这样路况不好嘛，怕要拖我们就等了，结果等了差不多1个小时，我们就在那边等嘛，在这整个1个小时里面，他都没有跟我们讲任何 permit 啊，需要申请，乘客需要 permit 这些东西他都没有讲。然后在整个一个多小时里面，我们等了很久，他的朋友都没有出现，那辆车讲要拖我们的也没有出现，然后就突然讲我们就这样子讲开车进去，我们就跟着他进去了。整个过程都很荒谬，也很奇怪，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有问题了。他是在我们那个 Facebook 的一个 group 那边就打广告啦，讲还有带 trip 啊这些，然后我也看了底下的 profile， 其实他也蛮常带人的，不过我不确定那时全部人是不是有 permit， 对，这个问题，可是他蛮多确实有带人的，所以那时也相信他，给他去处理这个东西啦。就联络了他，很快速，我们给得了人数啊，跟他讲就继续处理这些东西，可能就没有这样可行啊。因为其实蛮期待这个 trip，before 发生任何事情之前，我们跟他也是就蛮好聊天的啦，因为他也有带团去巴哈啊，还有很多地方啦。因为想到过后，因为我们 members 也如果有喜欢玩的，我们都可以约在一起，然后出去 try 一下，也可以交给他去帮我们 set 嘛。after this 我觉得我们需要再找过别的人了。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还想要去这种森林保护区啊，或者进去这些森林，任何的森林啦，都需要看一下是不是森林保护区。如果是森林保护区的话，就算有请了山导也好，也是要跟他们确认这些 permit，确定你要拿到 physical 的 permit， 因为跟在里面 camping 者的人，他有出来，他也是有跟我们这样说，他们的山导带他们进去过后，其实那个山导就自己讲他要出去啊。他讲可能要出去 set 一些东西，他是没有全程陪着他们的。这样如果在没有那个山导的情况下，再加上你没有一个 physical 的 permit 的情况下的话，这样可能那个官员就会真的把你抓起来或者充公掉你的车。所以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啦。所以大家如果下一次有这个机会想要进去的话，一定要申请好。每一个人必须要有 permit， 然后你的车也是一定要有 permit， 然后一定要physical， 你一定要拿到那张纸 with chop with 日期，确定你的资料跟那日期还有那 chop 是对的，才真的进去这个森林里面。不然的话就会遇到像我们这样的情况，或者更严重就真的是被充公或者被罚款或者要上课。这样大家本来开开心心去的话，遇到这种事情大家应该也不想了，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啦，大家可能下一次可以注意一下，吸取我们的教训，不要犯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对，还有多一个是，如果你们是多人的话，这个也是那个官员跟我们讲，如果你多人的话，其实一个山岛可以带7个人不了，maximum limit 7个人。所以这个我没有听到。所以呀，如果你我们超过了如果你超过7个人，我觉得不要有侥幸心态了，还是跟着 rules 比较好，因为毕竟 law 还是 law。对，而且其实我也觉得这个官员他们都还蛮尽责的啦。之后啦，我们有问他们，所以他会尽责的跟我们解释其实情况是什么。然后他一去到的时候，他也是安抚我们，他讲这个不是你们的错，这是你们的山导的错。所以他在全程的沟通都是直接对那个山导，而不是对我们。这个我真的觉得那个官员是做得很好啦。而且也很尽责的在保护这个森林，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是应该要做的事情，有 permit 才可以进去，只是我没想到我们会遇到这种山岛罢了。记得了，不要犯法，确保你一定要有 permit 在手，不然真的是它就是一个犯法的行为了。对，跟其他普通犯法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一中抓的话就是
犯罪。就别做犯法的事，也不要有侥幸的心态。因为就算没有那个官员到来了，我也觉得我们应该要拿着这些 permit 才进去，而不是偷偷的去这些森林保护区。毕竟都叫森林保护区嘛，大家就一起去保护这个森林，别做一些伤害这些森林的东西啦。还有一个你讲到 permit，那个森林官他也是有讲，那个 permit 其实也是保护你自己啦，因为万一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做insurance卡还是什么东西的，其实是方便你自己的，因为如果没有 permit 的话，你进上去基本上没有人会理你的，也没有人知道你进去。因为他们也没有任何 record， 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洪水啊、土石流啊这种东西一发生的话，他们 check record， 然后没有人了，他们就可能就没有去找你啊，或者去救人这样子。尤其是那种很喜欢独旅啊那些人的话，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啦。好吧。所以我们的 trip 就突然的变成巴杜巴哈 trip。没有，居然跟巴杜巴哈。我们下午没有什么拍到啦，可是我们就after 决定好出来嘛，我们就出来拿了食物，吃个午餐。然后我们就跑去居然到处转转，然后找地方洗车。我们车子挺脏的啦，因为外面的路也是有一些水啊，有一些泥地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车还是脏的，所以我们就跑去洗车咯。因为那洗车店是不错啦，他们都还蛮尽责的，所以我觉得是可以 recommend 大家，如果进苏格用 campsite 出来，然后可以去这间洗车店洗你们的 4x4 的车。它是有特别 mention 4x4， 非常多泥土的话是25块个 atas。可以看照片。对，很搞笑，他这 remark 应该是很多人的，因为也靠近了 campsite， 蛮多人出来就洗。还有特别的一个价钱。它有特别否这个情况的车的价钱，所以我觉得有明列写好的就还蛮放心的啦，就交给他们去洗咯。那你们也自己确保啦，看它洗干净没有啊？你一两次是洗不干净的，有些是车底哦，冲多几次车底这些。然后就去买一点手信咯，我们的上海月饼，我们就去跑居然买了这个上海月饼。我们去那个什么元发 bakery 买的月饼，然后就开车出发去我们住的酒店，就是在巴杜巴哈咯。所以晚上我们也是去吃了泳池火锅，然后也有去找宵夜吃了一小打这样子。今天呢也会 continue 我们的 food trip， 所以我来巴杜巴哈我就想到吃吧，因为这边的吃的味道蛮符合我的口味的，我蛮喜欢的啦。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也是 The Landmark Hotel， 等一下带你们 room tour 一下。这边其实是一间蛮旧的 hotel， 但是它重新翻新了，里面的 interior 全部都重新翻新了，所以整个感觉都还蛮好的。其实才100多块一个晚上，我觉得是蛮值得的啦，大家可以来看看，而且还蛮干净的。就带大家简单的 room tour 一下吧，我们就要 check out 去开始我们的 food trip 啦。Let's go。这里呢，它是一个很大片的镜子，然后是一个梳妆台啦，然后它有这个摇摇椅 IKEA 的，然后就是床我们已经睡过了，所以有点乱，然后就是单人床。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回来累的时候我们是躺这个啦，然后晚上睡觉就睡这一个，然后又有简单的衣柜啊，然后有保险箱，还有冰箱。我的水果还没吃。Oh no！ 有冰箱，还有一些简单的茶啊、咖啡啊、提束啊、水壶啊、白开水。然后厕所，我很喜欢他们这面镜子，是可以开灯的。嘿嘿，这是他们的厕所。简单咯，其实都有在翻新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厕所挺加分的，水压也很够，大概简单的转一转吧。简单的 room tour 结束，大家如果有来巴杜巴哈可以选一下这间，我觉得是蛮不错的。OK， 我们要收好我们的东西 check out，
开始吃，已经有很多 list 我想吃的东西的。OK， 拜，出去再看吧。这边就是很多这种古早味蛋糕，你就可以自己夹来吃。我们就加了这2个，然后还有 order 了 order 包，所以就等一下吃。order 包这个是巴杜包，还有我的最爱，真的很好吃，大家一定要来试试。好吃吗？喂，拍到了，满满的料。又在叫了一个，我打包。全部古早味蛋糕，真的很古早味。嘿嘿。现在去哪里好？吃午餐。刚吃了早餐，就吃午餐。那我们可以去吃午餐。我很饱呢，你给我半个小时吧。很大的对比。我们来这边的咖啡，这家咖啡。latte 和抹茶，我们就在咖啡抽一下吧。这我就过去了。我们现在是要去吃这里粿饺，出名的粿饺，我也吃过了几次了，都还蛮好吃。所以现在也是一起过去，然后我们的车友们也会一起在那边面啦，走着过去。From Never Die 搬来这里。哎，吃到这样爽啊！我有点靠背，故意弄脏衣服，没关系的。巴杜巴哈最后一站，海边。坐车走的好处，我们就这样扒着，然后就这样坐着，然后欣赏夕阳。我们又来吃火锅了，我们连续2天都吃火锅。对，不好意思，在挑，它的虾很大力。终于赶紧吃虾。终于赶紧吃火锅的虾，看我的手内有点大只，就是蛮大只的。然后还分，看得出大吗？挺小的，不好意思。半只。可以了，很大只，很美耶。可以再加，我就是 Pro Max， 然后这是鱼肉，这边有点特别，它是直接拿一 set， 类似于一 set 来就丢去你桌上，然后你不要的你就跟他说，叫他收走了。我刚刚也是傻眼，就他直接拿给我就走了，原来是下一个人他会来帮我收走。开动了，我又是吃火锅了。猪，
车，可是比刚刚那个时候有车祸的时候好很多。期待 for next trip。